在宵夜街头，有一种气息让人兴奋上瘾；在四季田野，有一种色彩让人望而生畏，却口舌生津。哦，好了。它是厨师的机密档案，让你的舌尖风起云涌；也是主妇们调节三餐的制胜秘籍。这就是辣椒。400多年的时间里，从漂泊而来到落地生根，辣椒一次又一次与中国人的舌尖交锋。你今天吃完了，明天还想了。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面貌。追溯辣椒进入中国的起点，让我们跨越山海，探寻辣椒带来的风味变迁。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气候，造就了云雾下植被茂密的森林。绝佳的环境，丰富的物种，确保森林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，是基诺族人取用无解的超级市场。我觉得嘛，他我这呢，俺你有他就喝了么呀？俺就我没。我搞开闸么？我家给闸么？我来接。37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，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。他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，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节令。哇，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，这鱼肉很嫩的，很好吃。大的留的，那小的就不要了，放生吧。采集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，但显然，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。在他的山货时间表上，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，这时应该也成熟了。不过，想要获取它，却需要一些运气。这就是小米辣，很难找，就像米粒一样。野生小米辣属多年生灌木辣椒属，因其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。15世纪末，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，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。跟随欧洲商队，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。得益于鸟类啄食和自然传播，进入我国云南地区，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，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。哦，好了。尽管只有米粒大小，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1到2倍。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，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。这趟跑山，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，但有了小米辣，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不同。麻雌黄，当地人俗称野花椒，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。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，基诺族称为胡辣椒。浓辣芳香的胡辣椒
是制作一道神秘风味的绝佳搭档。剁生，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。精瘦少筋的生牛里脊，在实处有力的冲捣下，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。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，可有效掩盖肉糜的腥膻。要做最地道的剁生，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。牛苦肠，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，取其未完全消化的汁液，在高温熬煮下，腥臭味尽失，只保留独特的清苦味道。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。只需1勺，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。罗罗呢？野生小米辣的出现，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，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。它隐藏着基诺族先民的生活滋味，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。如今，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，而善吃辣的云南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，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。烧和烤是傣族最日常的烹饪方式，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，肉类只需简单腌制，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。傣族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，蔬果、香草、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。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，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。我们傣族人吃饭必须要有蘸水，每种菜配的蘸水都不一样，但是必须要有辣椒。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，可干可湿，可荤可素。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，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。都说蘸水气场强大，一统云南美食江山，但其实它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辅佐。五花八门的食辣方式，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。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，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，则改头换面，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。泉州人口味清淡，不喜食辣，辣椒只作为若隐若现的调味剂，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。早在宋元时期，泉州就是世界第1大港，香料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贸易品，由此奠定了泉州人对香料使用的不拘一格。10几种香料反复冲捣研磨，香味分子相互碰撞，相互平衡。辣椒在各种香料的包裹下，不再刚猛张扬，反而变得深沉浓郁，层次复杂丰富。
100多年前，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被下南洋的华人带回泉州，丝毫没有水土不服，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——咖喱牛排。17世纪中叶，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，随后经由海路进入泉州。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另一个重要登陆点。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番椒，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。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津到展露锋芒，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。卢能清9岁，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，如今已整整60年。以前我小时候，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。后来呢，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了。特别这个辣椒，每家每户都有，辣椒酱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来吃。东南亚国家普遍喜食辣，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。上世纪50年代起，来自9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被安置在华宿社区。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，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。很多老华侨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了小吃店，不出小区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。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贵侨，基本上口味都一样，喜欢吃辣椒。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。红葱头切碎，油炸至金黄备用。印尼虾膏提供鲜味的主要来源。最后，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。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。这是妈妈留给卢能清的秘籍，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，也成了华宿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。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。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那个东南亚的风味。他们这个粉哈，蘸这个辣椒酱哈，吃起来更过味。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清的生活，既熟悉又充满回忆。曾经只有9岁的卢能清只会说印尼话，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，如今已过半生。时光疏忽，口味难离。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。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超过70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，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嗜辣的民族。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。16世纪，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，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，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。
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，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。 배치도 잘 됐다. 이 서리온 라면 했으면 대단히 맛있겠다. 김치 했으면 너무 맛있겠다. 오, 기구하다야. 进入初冬，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。今天迎来了第一次下霜，这是个重要信号，大白菜可以收获了。 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，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。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，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，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。 뭐니까 배채 뭐니까 려를 할 때는 꼭 찹쌀가기를 뭐니까 주고 해서의 여무의 발음은 뭐니까 색깔도 좋고 맛도 더 좋고 그렇습니다.辣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。朴真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，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鲜辣椒磨制而成。这种辣椒辣度低，香味重，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。 맛있구나.《制作辣白菜于朝鲜族妇女而言，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。他们相信，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，味道才会最好。哦，맛있다. 맞아? 每天天不亮，江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。天太冷了，能不能卖300、500不知道。能卖多少算多少吧。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，价格略贵一些。 所以每一单生意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。我们晒的是都是1等的辣椒，第一茬的辣椒。你今天吃完了，明天还想呢。这个是啊，控1年半的酱，2年半的、3年半的，亮晶晶的这个啊，手工的哎。감사합니다. 맛있게 드세요. 酱，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000年，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。在东北地区，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帜。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膀，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。 老姜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图县城里，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，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，坚持手工做酱。 이 고추는요, 색깔도 곱고 매운 것이 너무도 그렇게 높게 맵지 않아서요. 어린이부터 노인까지 다 먹기 제일 편리한 고추예요. 그리고요, 산량도 좀 많고요, 질량도 좋아요. 저는 항상 이 고추를 선택합니다. 虽然只有夫妻2人，但做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，每一颗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。
干辣椒不能水洗，会影响发酵后的口感。于是入冬后，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，一次要擦几百斤，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。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。泡发的大豆蒸熟后，手工锤成酱块。一开始说做点大酱，现在辣椒酱也做了，哎呀，做大了，哎呦妈呀，这100个缸就下来了。一累呢，2口子吵吵；不累不吵吵。他总是说你是老板哈，我是助理，他说了算好啊。你怎么那么说话呢？做好的酱块用稻草捆扎好，放在热炕上进行发酵。接下来的2个星期，酱块会长满米曲霉，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风干后的酱块磨成粉，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，最后加入麦芽糖浆。 이것이요 우리 자서민족이 즐겨 먹는 고추장이에요. 기계 없이 전부 손으로 했거든요. 이래서요 덕에다 이거 한 1년 후에 먹으면 너무 맛있는 맛이 나와요. 장맛이 나네요.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1年以上，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，都会达到最佳状态。 哎，这状态真好啊！哎，亮晶晶的。明太鱼子富含大量游离氨基酸，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。朝鲜族每逢重要宴席，都少不了它的身影。姜蒜去腥，陈醋提味，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。 以4两拨千斤之力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。谢谢啊。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，辣椒酱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，将一家人的生活调剂得情味满满。好吃的。鱼筋瓜、吃面瓜。这么还没烫的酱。这个是大嫂做的鱼，这个2个月。 嫂子辛苦。口子长최고예요。在辣椒的征途中，与中国人的相遇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。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，辣椒一路扎根，一路演绎，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。 而无辣不欢的中国人，一次又一次在辣椒酣畅淋漓的抚慰下，体味了生活的真谛，痛并快乐着。